朋友们，您不用请他问好，直接切入问题的主题核心，节省我们的发言时间，谢谢。好，有没有提问单？有提问单的，我们先讨论好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是举手发言啊。好，那我现在请大家在现场提问哈。来，那边有一位，请帮忙递一下那个。我们以我们2分钟为度，好不好？一个问题讲2分钟哈。好，谢谢。各位老师好，想要问的是，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很焦虑，在于，教育出来的学生进入产业界之后，他们的不可替代性。那更想用这个问题问一下几位已经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对，因为产业界有很多工作是立刻就要被替代的，那。比如说100多位系主任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对课程的变化、调整？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是陈副校长的回答的，可能会比较具体一点啊。他在教务工作做了多年啊。不然到其实这边很多人可能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很快回答这位妈妈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回来去看一件事情，100年前的职业现在存在了多少？其实我曾经看过一个展览，讲百工图。那百工基本上有些已经不存在，但是有些现在还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文化当中，所以还是有些脉络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应做如是观。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学校的高等教育，其实全球的大学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有2方面的方法。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现在尽可能做这个把一些学程或是学习的边界，我们让它可以松绑。然后我们基本上鼓励同学，如果真的他觉得有需要的话，他可以去创他的自己的领域。但是创领域过程当中，为了担心它有风险，所以同时它是保留原来的领域，所以是一种双主修方式呈现。所以它基本上它进可攻退可守，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事实上我觉得等一下或许王教授可以回答更好，因为他有谈到未来的工作其实事实上包含人的这个因素啊，或者是有些是 AI 不可取代性的部分。那部分其实是比较 soft skill、soft power 的部分，那部分也是我们应该回归到这个价值。所以我必须先讲的就是说，我们也有老师在探讨 AI 跟宗教的问题。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是，大家把这个 AI 当宗教崇拜，这就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因为它其实是个工具。那我想我先简单回答这个，我想王老师或许这很好的问题哈。那前一阵子有一本书出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那是陈世佳写的，他是海科大的那个执行长，他本身就是在业界嘛，也是海大的校友。那他这边讲了一个点，我觉得蛮好的。他说工作不会被取代，就是被取代是任务。我觉得这件事蛮好，就是说，因为通常工作里面包含很多的任务，即使是一个助理，助理的工作就有很多的任务，然后那可能某一些任务会被替代，例如像翻译，现在大家应该知道，翻译是完全被 AI 取代，就没办法抵挡。但是有一些任务，例如说像什么 summary 啊，或者整理一些资料，这可能会被 AI 取代。但是有一些任务可能是需要调解或整合管理，像这种东西，你要 AI 来做不是不行，但你大概不会很放心，而且大概效果也不会很好。所以说，类似像这样的情形，在我刚刚强调说，每一个现在的工作职位上都包含了很多任务，对不对？所以说，不太可能有一个工作，它的所有任务全部都被 AI 取代，大概不太容易。但是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呢，我也相信每一个工作里面都有一些任务，将来都有可能会被 AI 取代。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的工作，现在所谓一个工作，说某一个职位月薪多少钱这个概念。后来会被碎片化，会慢慢被切开来。你的工作里面的哪一部分可能会被 AI 取代，哪一部分需要用 AI，哪一部分可能还不用，或者是你要增加其他的部分，所以它就会变得有流动性。所以说我们现在想象的工作，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你一辈子大概只需要换1、2个工作可能就够了。可是我们的孩子不管什么学校毕业了，他将来一定会常常换工作。因
因为整个时代一直在变，所以我们家长千万，我自己都跟我孩子说，你不要觉得你要找到一个在那个地方可以做一辈子很安稳的工作。如果你这样想，你真的要很担心，这个他就是会被淘汰的那一种。OK， 我想教育部也是非常关心这个人才培育是要降低这个产业落差的问题那我想市长一定有很多的 comment 我们是不是请市长来给我们回应好，那我这个与其说从教育部的立场，就我比较是从我过去20年在大学教书，还有包括我后来创业在业界看到。那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业界，其实像我们业界有个组织，就是大概过去这10年比较成长比较快速的一群公司的 CEO 创办人，比如说大家都去日本旅游，可能去 KKday 嘛，KKday 的老板在这个组织里面然后比如说 Dcard 的老板这些人。那大家都会定期的交流，说那业界的趋势，还有大家找人才的面向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个他5年前邀请我加入，然后去年跟前年都选我当会长。我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件事情是，业界老板重视的事情，跟台湾爸妈觉得重要的事情是完全相反的。那这件事情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来花很多时间跟家长演讲分享，就是我觉得要让大家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先讲一下，牛津大学在2013年9月15号发表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全世界引用这个4-5千次，它大概直接的也间接造成了 OECD 已开发国家过去这10年的教育的改革的路线，还包括像108课纲也受它影响。英国牛津大学做什么事情呢？这篇论文说，他们去研究全世界现有的702种工作，有多少工作在20年后会存在，有多少工作在20年后会消失。那这个论文的结论是，这702种工作有47% 会消失。那这个是在2013年，就是在跟张老师讲的 AlphaGo 打败人类之前。AlphaGo 是在2016年打败人类，所以在那之后，全世界更多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在发展 AI 人工智慧技术。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可以想象说，这47% 的数字，接下来说应该是会更往上，不会往下。所以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挑战是，全世界的国家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大家面对一个挑战，说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当他们长大的时候，有1半的工作会消失，每2个工作有1个工作会消失了。那这时候，到底我们的教育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OK？ 那我也跟各位分享，在业界的这些 leader 大家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2个字：好奇。昨天的这个台大毕业典礼邀请这日本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也在谈好奇心的重要。那为什么这事情重要？跟各位分享，在过去的以前的年代，比较像是说，你有一个技能，有一个 skill set， 你有太多人会，那你有这个 skill set， 那在市场上有大的价值，大家愿意花高薪来聘请你。那以前的年代，这个 skill set 这个市场价值可以维持个20年，就是你都到退休都还很有市场价值。现在的状况是，你有一个 skill set， 没有太多人会，你在市场上有高的产量，但通常这种市场价值只会维持大概3到5年，因为网络资讯太发达了，很快的大家发现说有什么能力，现在业界薪水会很高，就很多人想要学那个东西，所以过大概3到5年，就也很多人学会那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市场价值开始往下掉。那这时候我们的年轻人在那个时候，他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你说那我是继续死守市场仓库吗？还是我现在在学一个新的 skill set， 让自己有一个新的成长的曲线？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业界，通常现在会变成是，包括你我的孩子，他们这一代会变成是有一个能力很不错，有市场价值，但大概维持个3-5年之后，他有没有办法再学一个新的 skill set， 又可以有个3-5年的市场价值？所以就变成这样子。那这里面的观念中，为什么你会有市场价值？所谓的市场价值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太多人会，只有你会。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太多人会，只有你会呢？就是你有好奇心啊。这东西刚冒出来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就我们在业界非常缺一种人，就是数位行销人才。简单点是很会投脸书广告，很会投 IG 广告，因为现在所有东西几乎都靠脸书广告在卖的。可是为什么缺这个人呢？因为你去网络，你去大学看，几乎没有科系在训练学生怎么下脸书广告，没有人在开课教这个。所以现在在市场上，现在这种人薪水都很高，1个月5万8万都可以。如果他投的广告那个成交率很高的话，那这些人怎么来的？通常都是有些年轻人他自己滑脸书，发现广告是跑出来，广告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好奇了，
他去学一些线上课程，学个2门课有 feel 了，就去业界当投广告的助手，投个半年1年以后就变转正职了。所以回过头来，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你我的孩子，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他接下来的变化很剧烈的时代，他怎么 survive？ 我觉得108课刚讲的那句话是非常重要。108课它的理想就跟 OECD 以开发国家大家在做事情都一样，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终身学习者。只要你家的小孩到20岁，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不要担心你家的小孩。但我必须讲，现在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去年年底跟儿福联盟做一个调查，就调查全台湾孩子疲累的状况。这里面的状况大概将近70%孩子都在补习，而且我们没有反对补习。好，如果一个孩子他学一个科目学得不好，他真的努力过，真的是跟这个老师的频率就对不起来，他通过补习把它补救起来，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以前的年代补习可能就是补1科2科，我们不在行的科目。现在很多爸妈一补就是补全科的，然后礼拜1到礼拜5就补到晚上9点半，回到家都10点半，然后礼拜6、礼拜天还要补。我请问各位，如果孩子国中3年这样子，高中3年这样，台湾的孩子还会有好奇心吗？很多好奇心大概国中的阶段，高中就全部都被磨光而且很多爸妈会觉得没关系，上了大学再说。我跟你讲，好奇心这种东西是磨光了以后就长不回来了。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我想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爸爸我以我教我2个儿子的这个过程，我想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真的不在乎他18岁念什么大学，我从来都不在乎他18岁有没有别人，我在乎的是，我希望他到20岁的时候，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心，那我就觉得我就放心了然后包括像我觉得上一次刚好，前阵子何荣好像这个王汉阳理事长有上这个何荣的节目那我觉得里面讲得非常好，王理事长就觉得说，我们怎么样让台湾的孩子愿意多去做探索，面对失败有韧性然后爸妈愿意给孩子更多的机会，相信孩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努力的地方。好，以上，谢谢。非常谢谢市长的分享。昨天台大毕业典礼呢，就有2个主题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韧性我们的副教务长提过，昨天台大校长也特别提要让这个孩子们都能够要有耐心，然后要有韧性，有克服困难。好，这个都是最主要的一些核心的价值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努力。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发言单是卢义志，先生，你要自己讲还是我帮你念？好，自己讲好。你简单讲几个好不好？你觉得比较重要的因为写的太多了。好。就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未来，就是现在我们 AI，就是以我现在如果是我是教师的这个行业来说的话，那我们AI 介入了这个学习领域，那再加上一个就是我也忘记我写什么就是教师存在的价值定位在哪里对，因为对，OK， 好。那第二个呢是要如何让学生知道怎么样叫做好的答案，而非是完成问题的回复。那第3个是如何补足学习断层的问题那第4个是文本生成是由人类所产生的知识，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文本创作可能没有办法突破。那第5个是 AI 图像生成是否会对传统的绘画创作造成学习热情的一个影响？好，那问题你要补充吗？好，没有，那就是我今天比较想要得到的答案，就是说，像在教育领域的话，像是传统艺术，在绘画领域的话，如果现在其实我知道很多学校都有在希望老师运用 AI 的这个技术去教育学生。那我目前碰到的问题就是，其实学生会直接去找到答案，然后把它复制出来，所以就他已经完全失去前面的这个我们学习传统都需要去做练习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未来我们是不是请张老师给我们回应一下，可以吗？好，那个我想AI 这个生成式 AI
其实在各个科目其实都会有冲击。好，那不只是在图片生成的这个部分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对艺术呢领域也没有非常多的研究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基本功呢，还是就像我今天有讲到的啊，你生成式 AI 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基本功呢，还是需要去做的。好，那这个东西我刚才有讲到说，我们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基本功应该是在比较基础的教育就应该要慢慢的建起来的。好，那比较高层次，就到了高中、大学，可能我们生成式 AI 可以做的更多一点点。哈，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引导孩子啊，如果是就艺术层面的话，可能就要引导孩子说，你怎么样子去生成出来，你怎么去做评鉴这件事情。哪一些地方是生成式 AI 做的还不好的，那我要怎么样去把它补强？同样的，在资讯科技领域也是一样哦。你简单的那一些练习题，好，生成式 AI 都可以解得很好。好，我讲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我上学期考了一次，就是期末就考了一个小考啊，考完了以后，我就听到有2个孩子从我面前走过去，其中一个孩子问另一个孩子，今天的题目有点难，你有没有用 AI 做？生成式 AI， 另外一个说没有啊，我忘记了。好，当然呢，我相信呢，我出的题目呢，他们用 AI 呢还是要改的。好，也就是说，他基本功还是得要我们当老师的还是要注重他这件事情。好，那这件事情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透过线上练习，就是说，比如说以我资讯科技的话，他在现场，我的练习一定是在现场，我一定会去看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练我要求的东西。好，那我想在老师的部分也是这样子的，艺术领域也是这样。就是他的问题是说，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学习的热情？比如说他的绘画，用 AI 就做出来了，他自己就不用做了，那最后就这样子因此。我觉得对艺术有兴趣的孩子呢，绝对他的热情绝对不会消失啊。对艺术那一些完全没有那种，就会要回应一下。对，我刚刚其实有提到哈，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有一个学生很喜欢打电动，然后那现在 AI 打电动都会比人类强，那会不会因为他这样就让 AI 帮他打电动？应该不会吧？大家了解我意思吗？真正你喜欢的东西，不会觉得想要因为用 AI 来取代，因为你做的时候自己会有成就感，会喜欢。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们教育通常是并没有帮助孩子引导到去学习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却用很多的标准要求说你这样做你才能够毕业或才能够拿到工作，所以他们为了要符合这个标准，才会想到用 AI 来去搪塞这个差距。好，所以说会不会对那个兴趣有影响？我觉得要看怎么用。所以说我才是一直希望说，强调说 AI 这个工具已经帮助我们已经拉到平均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去讲求那个你要到达什么标准，然后你有没有认真，你有没有做基础功？我觉得不应该再问这个问题了，应该要问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你热情想做的事。如果他是热情想做的事情，你不让他做，他都会觉得不高兴。这样在这个时候遇到困难，他才会产生韧性，因为他觉得他为了他的热情而去遇到困难，想办法去解决。如果没有热情，然后我们只是我们去要求他，然后要你有韧性，要你要忍耐，那他就会想办法要来应付你。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大的失败。像我们现在做这个小泰，最后讲的小泰这个主要的学生，他是不是物理系的？他是原科的，然后他要跟我来做专题，有做物理。可是其实一开始主题我给他主题，他都不是很喜欢。但是我问说你喜欢做什么？他喜欢做科学教育，他对教育有兴趣。好，那但是很可惜我自己没有做教育。我说那我们再想办法。然后结果ChatGPT出来，然后我就看他在群组的时候，他会一直分享这个讯息，他觉得很有趣在玩。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一起来做个跟教育有关的来试看。对他一点就燃起他的热情，然后他就去学所有的这些职工背后技术，都是他后来学的。所以他不需要是职工毕业，他那些都是后来学的，但是他有热情。那我们要找到那个学生热情，把它点燃他，这样 AI 才会成为他的助力。所以这还是最重要教育的初衷。另外2位有没有要分享？
我可以补充一下，像王老师讲的，我非常认同王老师讲的。我还是讲啊，我现在不是以教育部的角色，而是一个实验教育者的角色，还有一个爸爸的角色。像我们无界署有很多孩子，其实对创作真的是非常热爱创作的。那我儿子也是其中一个小儿子。然后我其实，在几年大概去年，他有一件事情，我们就在debate这件事情，我就说你要不去学一下，用一些 AI 帮助创作这个，被他不屑。他们很不屑，看到那个电脑画那什么鬼啊？然后我们就是要手画，那才是 master work， 那才是。所以真的就是我呼应一下刚才王老师讲的，真的对创作他真的有热情的孩子，他是不愿意用这个东西的。那如果他今天是反过来，他是那种被学校要求说你就要有作品，你要干什么？他今天也不是真的那么想要去念那个科系，他就是被逼着的时候。我只要有东西就好，那种孩子当然就是有 AI 可以帮我处理，有东西可以交代就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重点其实就是适性教育，我觉得就是适性这两件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当这个孩子真的适性了，他找到他真的爱的东西，他真的有定向的找到这个爱的东西之后，其实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用太担心，说他那个技法他会不会偏废啊？其实他绝对是重要，他还是继续练，反而是他今天。到了一个 level， 他这个技法一到，他今天想要创作一个更厉害的作品的时候，那个作品只靠人工，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大的。那用电脑的、用 AI 的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他，可以做这个更 high level、更大的作品。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水到渠成，他会想要去用它。但我其实蛮想要 echo 王老师讲，重要是那个孩子的热情。他们找到这个自己的passion所在，如果有的话，其实我们不用太担心说他会不会用这个偷工减料，用这个事情然后把一些能力偏废掉，其实反而是不会，他反而是有那个 pride。OK， 好，那个因为他们那个我高中老师我知道有一些课是必修课就没兴趣的孩子你也得修嘛，对不对？那像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处理像如果是属于这种练习的水彩画，可以请孩子他创作完了以后写一下创作理念。我为什么我这个作品的特色在哪里？是可以避免掉一些东西，刚好学习历程也就有了。通常我在学期末带孩子，不管他对资讯有没有兴趣，他的专题做完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有一个要求，你要写一下你这个小专题，你为什么要做这一个东西？那有些孩子会在这个地方做很多的努力，说我为什么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必修课除了给学生探索兴趣之外，老师可以去琢磨的地方。好，谢谢。好，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简女士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她说，对升大学的高中生有个建议，但是这个有点广泛，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简女士在现场要不要你自己讲一讲？在这边那个麦克风这边因为小朋友今年刚升高一，然后听说蛮多就是国中生高一的这个空白时间很长，所以我想说，趁他还没入学之前，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建议，在于相关未来学习，就是 AI 这个部分？因为我自己是有开始使用 ChatGPT， 那小朋友之前为了升学，可能对这种 AI 的还没有碰触，那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予他们？哪一位伙伴？就是说，我想先讲一下这个比较传统的教育理论，就是我们知道罗素的老师怀给他的定义，就是说一个人格的发展的时候，实际上是有3个阶段，比较好的教育该先经过浪漫期，然后之后经过比较精准的扎实教育，然后之后才有办法到大学之后做展望期的阶段。那其实事实上，我是觉得说，我们不必去担心孩子现在是不是要提早学 AI 或没 AI， 因为我其实对我而言，我是巴不得 AI 越发展越快越好，因为它是对我的这个工具，我绝对不会信仰 AI。
我必须要讲，我刚刚为什么要再多补充问题是，我也想要借补充这个问题去 echo 刚刚那个老师的提问。其实要跟老师讲，我们只要换个角度思考一个问题好了。您生病的时候会看 Google 还是会看医生？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当老师的人，你要有足够的自信，你绝对可以至少你在跟学生的bonding、引导他方面，你绝对比 AI 厉害。他今天不会找一个学生遇到挫折，不会找 AI 哭诉。他找 AI 哭诉可以，他可以聊，可是他基本上会找你。那我回来讲，就是说，刚刚我再回来讲两个层面。如果说这位妈妈，如果让孩子问 AI，应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想要走应用的，他对应用比较有兴趣，还是对基础比较有兴趣？如果他对应用比较有兴趣，那当然鼓励他从 AI 上去做更多的应用上的探索啊、创作各个方面、草稿各个方面。然后如果对基础比较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引导他回去看我们叶老师的这个几率课啊，一些数学课啊，好，所以他可以从这个比较访谈的地方开始。谢谢。好，我们张老师来回应一下。那个妈妈，其实我觉得你不用那么急哈，因为高一的资讯科技里面有一段就是在讲这个的哈，就等着啦。那个我觉得反而呢，你应该带孩子在这个暑假呢认识一下学校的课程。第二个，学习历程到底是什么？第三个，自主学习到底在做什么？那我建议你可以用数位学习资源中心。好，这个关键词在 Google 搜到我们国教署的数位学习资源中心，我们都有拍数位学习的课程和影片。我觉得利用这个暑假好好的看一下，我自主学习应该可以做哪些方面？那我学习历程，到底整个制度是怎样？我可以怎么样来做？好，那当然国中跟高中之间，的这个领域之间的一些国英数的衔接也是可以做的。好，那至于 AI 这个东西呢，好，那妈妈就请放心，高一的资讯课会带。好，谢谢。好，那我们请市长来补充一下。OK， 这个是以大学教授的角度啊，我跟各位分享啊，我记得这个几年前有一次在网络上，那时候反正就是也是大家讨论108课啊什么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教授他是公管系的教授那我不确定他是台大，我只知道他是公管系教授，他就跟我讲，他就在脸书下面回答，就是说他很气，因为他那一年的2阶段的面试。然后他都所有的2阶段面试，他都问同一个问题，问学生同一个问题，说：“请问你为什么要念公管系？”结果他说那一年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回答说：“因为我家里开工厂，所以我想来念公管系，想要学怎么样来帮助我家的工厂。”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年的学生刚好他家里都开工厂？然后教授接下来再问第2、第3个问题再追问，结果马上大家的马脚都露出来了，就是根本就没有开工厂。然后教授非常气，那个教授非常气，就说他觉得说，高中生就把大学教授当白痴一样，就觉得说好像可以这么容易糊弄 ，OK。然后他现在就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今年的学生每一个都讲自己家里开工厂？他再去研究一下，被他找到原因了，就是前2年不知道哪个高中的学生申请大学，申请上公管系，那学生都会在网络上分享嘛，说这个他是怎么准备的啊？教授问什么问题，他怎么回答？可能那个小孩家里真的刚好开工厂吧，然后他就回答说他家里开工厂，结果接下来就有很多高中老师或是补习班就跟孩子讲，这个题库要背如果是要申请医学系的话，教授问你为什么念学系，就要讲说你阿公阿嬷住院的时候你怎么样很感动医生怎么样的付出，对如果申请公管系的话，你就回答你家里开工厂这样子。然后我要讲一件事，这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思维的差别是，台湾很多的老师跟家长甚至学生对于学习历程或这些事情的想法，都还是在于说我不要被扣分。我只要什么问题，我有个什么样的答案回答对了，就像考试一样，我不会被扣分就好。但是回过头来，我跟你讲，就是说，大学教授在看的，其实是想要看到这个孩子多独特。这么多人想要申请公管系，那你这个孩子为什么他会想要申请公管？所以当你的答案都跟别人一样的时候，你觉得你脱颖而出的机会高吗？不高。教授要看的是，这个孩子有没有对我们这个系真的有比较花时间去了解，
跟其他的那些只想背一个答案就来申请的不一样。所以回过头来给妈妈的建议会比较像是说，其实很多爸妈都会说啊，我自己高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现在的孩子怎么可能知道自己要？我跟你讲，时代不一样，以前我们的年代没有太多的资讯，现在的年代资讯非常的多。我看到很多高中生是真的很有想法，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回过头是，怎么样让孩子透过刚才像那个张老师提到，网络上有很多的线上课程，台大的线上课程，那个陈老师这边就台大的 Coursera， 台大的 OpenCourseWare、OCW， 交大也有 OCW， 啊，清大也有，这些很多课程都免费的。台湾的孩子你就，但高一可能有点早，但是高二、高三，我觉得他可以慢慢再通过那个自主学习，花时间去上一些这些线上课程都免费的。那他没有办法上整个学期的大学的课，没关系，你上个1/3的学习也好，你也知道哦，我原来以为普通心理学是怎么回事，我想去了解看看。上个1/3学习之后，我发现哦，原来普通心理学是这么回事。那你是有花时间上的，到时候你真的申请是心理系的时候，教授问你说，心理的一些心理系的东西，你跟那些面试前才在背答案的比起来，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的。教授很快就知道，哦，这个孩子是真的有下功夫的，啊，所以我蛮鼓励说，爸妈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去真的去探索、适性，找到自己真的要的，啊，而不是那种啊，大家就是啊，分数，啊，你这分数没有填哪个系，好可惜哦，然后就在那边背答案，哦，那这些系通常大家都会拿什么答案？或者补习班怎么样？大家都一样，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那我怎么判别？教授怎么判？你怎么有机会脱颖而出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可能给妈妈的建议，这样子。OK， 好。暑假快到了，怎么样去做适性探索啊？好，王老师还要回应吗？啊，你为什么一直担心要给他什么？你为什么不问问看他真的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更重要吧。那当然，很多孩子自己没有想法，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让他去更多的探索，更多的去找机会去，而不是找机会又去塞东西进去。我想我们家长已经做太多这件事。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最后一个问题啊，好吧，好。主席啊，各位于南真，我是高中老师嘛，哈，场上好几位我也都认识哈。那我其实当然也非常的赞同这个市长所提，就是所谓比如说班本教育啊、适性学习啊这些。那108课纲里面，其实我们在高中会碰到一个最辛苦也是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其实在制度里面的小孩，他时间是不够，他真的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他的时间是不够的。那我们观察下来，其实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高中高职的学生人数、班级人数，并没有因为少子化的比例而去处理让它下降。那我要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我在一个班级里面要教35个学生，或是我在选修课里面教25个学生，那哪一个学生我才会比较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引导他？就35跟25这样的数字就可以了。好，那这也是实际会发生的数字，因为我们在多元选修里面，确实学生人数就会比较下降。而在国教院最近的一个调查报告里面就会提到一件事情是说，这个学生啊，他是针对大1、大2经过108课纲学所调查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希望有更多的多元选修可以修，但是这就是牵涉到一个问题嘛，一个礼拜就35节课嘛，就是35小时。那如果你多元选修要多，那是不是势必你在必修要去做一些处理啊？那因为今天理事长有提到说，未来这个 AI 的冲击啊，我们的所谓的数位的学习啊 ，AI 的教育等等，其实这呼应了一件事情，是在讲素养教育这件事情。但我们理解，素养教育并不是就是说它并不是我们传统学科知识要完整性的教学。那所以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课纲里面未来在讨论108课纲，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必修的社会科跟必修的自然科一直有争议，必修的社会科都要教到高2上，那这个要怎么样处理？我是想就这个问题能够去请教一下说，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谈很多都谈不下去。以上，谢谢。谢谢赖老师啊。不过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谈
这个生成式 AI 啊，对教育学的影响，您这个问题可能更大啊。我们这边也很难回应啊。我想转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说生成式 AI 出来了以后，如果真的能够通行使用以后，会不会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不同的科目啊？这个张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机会啊？等到真的是那个何龙老师，我跟他很熟，私下研讨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要市长，我觉得何龙老师可能是要让市长开回去的功课，对不对？这个何龙老师我们当然很熟了，那就是我会再带回去了，那因为主要这个刚才在谈这个面向，我想那个张耀市长在这方面他也都很了解，就是但是国教这块其实是他接下来要处理，我想这个部分，我想他或许这一块他会来，但我还是会希望提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真的觉得培养台湾孩子自主学习能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好，那所有的事情如果都要靠老师的话，老师是真的非常非常辛苦，所以我才会提到说，不管是我们的自主学习这部分有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资源，或是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怎么样透过 AI 帮助孩子数位学习，加上 AI 的助手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是帮老师减负的。这个如果所有事情都要靠老师，真的非常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样去引导。那事实上我们在实验教育的时候，确实也是做到的，就是可以看到说，孩子当他适当的引导之后，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起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靠他自己就过去了，他就自己去花那个老师的压力，就不会都是靠老师，传统好像都是靠老师教，老师非常辛苦。所以我想这个或许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典范转移，我们要怎样慢慢的让台湾的孩子越来越有这种自主学习能力，我们未来可能花的力气主要都是引导跟定向这一块，那这个是我就可以未来就在看同类型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简单回答两部分。第一个关于说少子化，然后班级人数减少，我也一直很纳闷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发生。那我觉得这是教育政策可以做的事情哈。那麻烦那个政治可以做到你。那一定班级人数一定要减少，才能够有比较好品质的教育，这绝对是这样，我们应该要这样投资。那第二个是说，可能一个学校里面没有那么多老师开多元选修，我觉得这件事情生成式 AI 可能就给出一个机会，有没有可能在班级的课堂中有2个小时，就是给一些学生，他如果要选的课本学校没有开这个多元选修，他们就在他的教室或大家在同一个教室每人发一个平板，然后要他们有一个主题用生成式 AI 来去做，然后他就直接问 ChatGPT， 然后想办法，例如他做一个小专题，然后用这个时间跟 ChatGPT 还有 Google 或者收集一些资讯，然后慢慢来整理。那当然后来整理完之后，要有老师再去协助，然后再去引导，然后让他不会去打电动那样。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了，因为他不再是要靠真实的人要在那个地方教这些人，因为这样是绝对是没有效率的。让学生自己去问 AI， 然后虽然中间会有些错误，但是只要有老师后来再去引导，中间有错误没有关系。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想 AI 在教学现场就有可能很大的启发。OK， 好，非常谢谢。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是不是请最后几位语坛人，要不要最后再做1-2分钟的最后的一个结语啊？那我们是不是请哪边先？张老师先啊，市长最后啊。好，那我想我们大概就是 AI， 就像我今天头一篇讲的AI 这件事情，显然就是一个趋势这个我们也不肯躲掉它，就只能接受它接受它就拥抱它的方法就是我们不排斥用它，我们去了解它我想不管是在老师、学生都是这个层面就像现在不会有人排斥搜寻引擎的吧，对不对？说现在你跟学生讲，学生要跟你有时候要去呛你，这个你不会 Google 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以后人家会问你说你不会 AI 吗？对，一样的事情我想这个是潮流的大势是不可逆的只能够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那我大部分刚才讲都讲了，只是也许我只是强调说，面对 AI 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是白老鼠然后要
如果还是一直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就要减少错误。我想这样想法就很难再突破了。那倒不如就好好先去做，然后去试，然后在当中去累积经验，然后让孩子有一点机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努力尝试的。谢谢。好，我们请陈副教委长。对，第一件事情 ，AI 对台大入学不会有什么实质的影响。第二件事情，如果是我的话 ，AI 给我答案，我偏就是想要他不要的答案，对，这是我的想法。谢谢。好，我们这个是不是最后请市长给我们做个结语啊？我觉得这个跟我最初在发布之后，我要去接这个市长的时候，其实网络上其实蛮多人会担心说这个好像天在谈翻转教学、翻转教室，但是会强迫大家做翻转我觉得这个其实其实我没有谈翻转，已经有6年没有在谈翻转，我已经6年没有在谈翻转。其实而且当年2014年那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那时候当年我就认为说，所有的教学的改变应该是由下而上。如果今天你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比如 AI 一定要怎么用，强迫它一定要怎么用，这件事情问题都会很大。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最早，我觉得当年我是这样主张的，我觉得现在 AI 我觉得也是类似的状况，就是说我认为 AI 它会是对人类文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可能是从历史上来看，它可能是一个人类对我认为一个最大冲击之一。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很多事情我觉得他都还在过渡期。我就举个例子2年多以前，那时候 ChatGPT 出来没多久之后，很多人都在讲说，包括矽谷那个工作叫 prompt engineer， 就是因为你那时候 AI 那时候没有那么聪明，你指令没有下得很好它其实做不出你要它做出来的效果。所以怎么样很会下指令呢？那时候大家就说，这是未来多重要的工作。1年多1、2年后，现在因为 AI 进步得很快，它现在都很听得懂人话，不用你多会下指令，它其实就可以做出蛮接近你要的效果，所以这个工作就慢慢就没了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要急着，就这个现在很多时候 AI 它还是一个快速在演进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急着说一定要为了它，我们要全国之力，我们要整个教育做什么多大的很大的改变 ？No， 我觉得现在关键还是在我前面讲共识，怎么样让社会、老师、家长、学生，大家慢慢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个重要的。然后就像张老师，还有很多老师，就是我们教育现场有很多很优秀的老师，都有在 AI 做一些很棒的事情。怎么让这些案例越来越多了以后，然后让别人说台湾社会觉得这个已经有很多老师做出很棒的教学，台湾的孩子也因为这样真的学到有很多的能力的进步。那这共识慢慢建立以后，我们再怎么样由下而上，把一些好的一些教学模式再来推广，让更多的老师来做。那我觉得更重要，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师培如果10年后的老师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思考说，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去培养未来的师培生但师培不是我管，但我觉得有机会我们会提出这样的建言这个其实说共识的形成，我觉得才是现在接下来这3、5年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强迫大家一定要怎么做这个是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谢谢。好，非常谢谢市长的分享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就到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那不过呢再容许我有一点工商时间就是我们世信协会发展的这个成立了11年那刚才也跟大家提过包括这个翻转教学以前实验教育，我们也都有跟这个次长过去都有曾经交流过。那我们这11年来出了一本书那也在各地呢办了14场的一个世信探索研习一个多场的论坛那在这边也提出了许多对教育的建言。那事实上呢我想12年国教为什么会把世信当作一个主题那跟我们协会的努力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在这边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如果说对世信教育有兴趣，想要跟一群世信想要推动世信教育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来一起来推动的话呢，那你就把我们资料里面的最后一页把它撕下来然后填一下那个申请入会的一个表格那我们就大家以后呢再继续一起呢为世信教育努力那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几位领谈人我们的讲者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谢谢然后谢谢大家
就一起来跟我们探讨生成式 AI 对教育学的影响。希望我们的教育在我们的新的这个市长还有各个这个教育的主观的领导之下能够更为的适性更为的能够让孩子发挥他的潜能。谢谢大家。再次感谢我们会津津提问的先进好朋友们今天莅临，谢谢大家。